撒盐都要撒在地上，用手摸鸡肉去检查火候，洗手变黑才能成为烧鸟大师的觉悟。早上我吃过预约困难户烧鸟仙人，真正东京 TOP 1的烧鸟，没有一丝腥味的提灯加雪干，不流一滴血，100%烤熟，但是入口爆炸冰淇淋的口感。汁水丰富带脆骨颗粒的鸡肉丸子，调味顶级，不咸不甜。爆汁脆弹的鸡胗，鸡油香味爆炸的鸡屁股，鸡心啃烂坐在凳子上，无限回味都没有一丝腥味，软嫩全熟，不可思议。全熟的鸡腿、鸡翅膀，肉嫩滑香浓。烧烤最高境界就是全熟也嫩，不流一滴血。随便秒杀新荣记的红薯，口感沙中带奶香，不甜的夸张，无敌了。最后再来一碗顶级鸡腿饭，太舒服。中间还有很多烤串没介绍，后面可以仔细看。每盘50块到70块人民币，真正肉色全粉正品和牛是什么体验？随便吊打我前天吃的日本第2烤肉欧玛卡塞，任何一片肉都没有踩雷，每一片牛肉嫩到吃的流泪，入口即化，没有牛膻味，只有牛香味。疯狂追加当烤肉自助吃，最后再来盘牛杂牛板筋如何？培养出东麻布、天本正通和龙次郎的海味，味道究竟如何？南青山传奇长野冲劲师傅去世以后，5代目还能保持住它的味道吗？东京排名第2和第13的寿司店店主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高分店。那我们就来看看值不值得。今天复刻孤独美食家第6季第5集五郎吃的回转寿司，寿司所有顺序跟电视剧一模一样，感谢热情的老板娘和服务员帮忙点餐。一会儿我也把五郎吃饭的电视剧视频一起放出来，大家可以对比看。很可惜的是今天没吃到限定狮鱼中腹，还有周6才有的蒸雕汤。个人觉得最好吃的是清鳗炙烧，我还又追加了2份。一会儿大家看看喜不喜欢我今天这个模式，以后考虑复刻五郎吃过所有日本的店。10年前我就这样想过，以前来日本太懒没看，以后要不要 vlog 东京第2的和牛烧肉味道怎么样？超厚切牛舌、和牛腰肉，下不里昂。刚开始感觉踩雷狂骂，后面有几道还行，剧情反转。鉴定点，和牛还是偏粉色的漂亮，发黑的肯定不行。性价比其实还挺高的，具体听我解说吧。西麻布性价比最高欧玛卡塞，还可以单点，推荐来吃，细节看看。还看到新荣记的驻地市场真的像美食博主说的好吃吗？每天都在排队的牛肉饭、金枪鱼大腹、三文鱼子、海胆海鲜饭到底好吃吗？那我来诚实说一下吧，不吹牛不喂流量。今天来吃吃看，连续8年同拍塔贝洛克超高分怀石料理如何？海蛇凉菜、日本车虾凉面，再来个海胆帝王蟹茶碗蒸。中间有一些没介绍，烤鱼、炸鱼、凉拌鱼，最后再来个黑松露和牛牛排盖饭。最后这道黑松露饭味道把我吓死，太好吃了。全嫩粉色真正日本和牛烧肉是什么体验？真正日本和牛不腻，假的腻。我上次视频吃的就是假的。雪花分布看着类似，但是颜色品相绝对不一样。左边那盘肉下面有2块不好的，全程大火爆烤，完全不糊，顶级烤盘才能真正吃到烟火气。和牛无限追加，跟上海比简直等于不要钱，继续加猪蹄烤，猪蹄也没骚味。最后再来个韩式牛肉汤拌饭，太舒服，这个牛肉汤太适合中国人。我的原籍是不是真正天妇罗之神，超过那个老年人了？本视频主要直接介绍东西真正味道怎么样，不吹有的没的。看完视频核心作用是得出结论，到底值不值得去吃。看完我视频，你们自己心里肯定有答案。我不太喜欢看没观点的视频。这个葡萄是我目前吃过世界最顶级的葡萄，比上海几千块一。今天来到本次东京行性价比最高、味道最好的寿司在。今年太热，整体食材都不及往年，我就取消了更贵的寿司预约，我怕踩雷。反而这家人均3万的寿司让我眼前一亮。
非常满意，基本挑。上次来涉谷都根的时候说不给吃，就来这家新景屋，对吧？这4块厚一点，最后再买单账单在视频最后。吃3块吧。我吃2块。全粉色顶级牛舌，顶级韩国泡菜辣牛肉汤饭。滚刀踩雷的牛肉，今天反正大冤种，你们来听。你们在国内吃过的日式咖喱是真的咖喱吗？今天就找一个类似国内咖喱，国内也有的连锁店 Coco， 和东京最顶最正统日式咖喱15年老店做个对比，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日式咖喱。仔细看，米其林、塔贝洛的高分店，预约困难户，人均高的店，奖牌店吃多了。真正的美食还是藏在这种民间不预约不炒作的苍蝇小店。这个店跟其他分店好像没关系，年年东京 TOP 100，主要它不玩预约制，黄牛贩子炒作不了。你们想吃的所有预约困难户，只要你钱多闲鱼都能约得到。它最厉害的就是口味都带锅气，不会像那些玩表演高价店没锅气。再说一遍，冰冻肉和土鸡价格不一样，不要来拿国内烤串比材料价格。还有的吗？奇灯加干，这个才是最正宗取出来的，光鸡蛋不正宗的。和烧鸟仙人的区别放一起就看出来了吧？味道爆炸，特别是下面鸡肝全熟，但是入口即化，香浓没有一丝腥味。菜一点的提灯是入口没腥味，仔细回味腥味就上来一些了，这个是完全没有。我是没搞懂他们为什么撒盐在地上不接着，东京专业烧鸟都这样，还是其实他技术高到没有一颗盐掉在地上。这个扇子东京基本也都是这样的。这个店竟然没有一丝鸡腥味，虽然环境很破，但是干净。被国内吹上天的白金某玉本馆，近期一闻就知道差距了。它这个上了酱也吃不出来酱油味，很厉害，很像盐烤的味道。摸了一下，确定手感。当时烧鸟仙人抖音爆火，不懂的嘲笑他手黑。他虽然味道不行，但是态度是专业厉害的，人家不惜伤害自己的手。评论区很多智慧的声音，其实看着都很好笑。我觉得他们家楼下土鸡都按冰冻鸡价格卖就好了，反正没区别。评论区大神已经解决了散养鸡和不见光鸡口味的区别，太厉害。这个鸡肉丸子，你们看品相就不一样。烧烤的时候没看到它刷油吧，但上面全是肉汁，里面还有脆骨，太好吃。你们吃到就知道什么叫神的味道了。这家店我敢乱吹，就不怕被打脸，吃过5次以上了，每次味道都稳定。这个价格那么便宜，品质还稳定，去哪里找？每个串我都拿我吃过烧鸟仙人图片自己做对比品相，那个是不是被宰猪？我觉得所谓的行业最顶端做对比是最有价值的。鸡腿肉真不说话了，全熟还是嫩滑的，太无敌了，炭火味也重。我给你们转圈不是晃眼睛，是给你们看360度没刷油都是汁。你们要学会看滴下来的这个汁，如果是红色带血水，为了嫩那就很菜。鸡胗太脆了，还是爆汁的，太舒服。它总体都是肉香味，不是调料味为主。全中国如果以孜然味为主的烧烤，那是最菜的，最强的都是以食材本身的香味为主。也不是说不新鲜，很多孜然味重的烧烤也新鲜，就是口味太单一，全部都是一个味。现在换了一个大酱烧烤，他们是会有休息轮流的。
你们仔细观察，扇子的锋利也是会有不同的。这个蘑菇太好吃，全是汁，香味重，但我吃着不太像野生的。鹌鹑蛋也厉害，外面焦脆，里面沙感很重，类似溏心蛋的口感，太好吃了。鸡心，这个肉质比图片上的烧鸟仙人不知道强多少。入口就是嫩的爆炸脆弹的鸡肉，我仔细坐在椅子上品了一下，多咀嚼了几口，真的品不出腥味。我就想这么苛刻对它，希望它别这么屌。这个鸡心真的屌爆了。鸡屁股，你们看一下两面，焦脆感保留，嫩度保留，厉害了。他们家最好吃的点就是整体口味不是你想的那种日料没锅气的味道，就中国烧烤正常的味道。香菇，一咬就很嫩，全是汁水，太厉害。茄子，这个特别嫩，但是没味道，奇怪了，是不是我没吃对？鸡皮，鸡皮太屌了，那么大块，一面脆一面嫩。我放图的那个好像是鸡脖肉，差挺多的。玉米超级甜，好吃，这价无敌，目前零踩雷。鸡脆骨，国内这个基本是半成品，少吃，这个好吃，但没吃出经验来。秋葵，秋葵我没吃出什么区别的点，我平时不吃秋葵，爱吃的可以尝试一下。鸡翅膀，这个很屌，很多地方烤那么嫩，骨头里会有血。我再要梅可乐吧。打开里面看是真的厉害。红薯别看难看，好吃到爆炸。口感很沙，很香甜，但不过甜，奶香味足，新荣记红薯被秒惨了。鸡肝，这个最绝。你们知道我对腥味很挑剔，其他地方很容易吃一口就吐出来。
跟烧鸟仙人图片很像，但区别很大。烧鸟仙人没熟，口感很奇怪。这个就是纯冰淇淋口感加鸡肝的香味，不是腥味。豆腐里面很嫩，外面味道像干子。鸡腿饭加鸡汤加青椒，很好喝，清澈透明，但是香浓。烧鸟仙人跟那天那个烤肉一样难喝。你先吃别的吗？鸡腿肉好吃，全熟很香。词穷了，这家挺无敌的，无死角。这你也好吃。爱吃青椒的都懂，全部软烂的更好吃。这个就是还保持了翠绿，不是那种生的。饭上都是鸡肉的肉汁，太香了，舒服。最后一碗鸡腿饭。评分等级7，5颗星，高级的食材，惊人的技术。这家店就神的味道。今天这个店绝对性价比，味道拉满，在游客区附近，真正酒香不怕巷子深。反正这个店旁边也有家也好吃，如果预约不到，老板不给吃，就来这个也行。预约基本没戏，除非当天有取消的。如果你要预约，就提前1个月。现在夏天没空调，客人少点，9点半来就有位子了。这个价格日本不敢说，中国10000%没有任何店比得上味道，连他的屁股都摸不到。免费包菜，味道很脆，调味很清爽，而且带汁，跟那些混日子的沙拉不一样，好吃的很。牛舌品相不行，点不得薄切，只能说比前天那个薄的好。你们可以不点，我只是习惯点，反正便宜。这个店我来吃过10次了。你们来直接集中在左上角的黑毛和牛点，必须吃苦点。这个店属于苍蝇小店，没环境没服务，玻璃心千万别来，真不适合。牛舌马马虎虎，没腥味比较薄，调味葱味还可以。苹果牛肉这个太神了。说一个基础鉴别法，和牛最好是嫩粉色，必须浅粉色。黑色和深红色虽然也能有点汁水，但肯定不行，黑色的基本就不新鲜了。我不知道现在是培育出什么品种，浅粉色也有假的。我以前上海最爱的铁屋老店关门前，烤盘是对的，虽然现在品相是对的，但味道不对。这个苹果牛肉入口即化，太嫩了，哭了，太好吃，没膻味，只有香味。我有太多经验想传达给你们，嫩粉色不代表就好。铁屋我上次去吃品相对，但是有膻味，而且粘铁盘。还有我现在吃和牛发现，这个薄度的肉不管哪家店都是最好吃的，跟寿喜烧一样的做法，一会儿就全熟了，而且嫩的不行，口感也好。以前上海刚开始流行omakase的时候，上海第一指挥台湾主厨阿龙告诉我，日式和牛不仅看肉，也要看火力和铁盘。我发现好吃的都是这种火力大、烟火气息重、铁盘特别细的。粗的铁盘我没吃过好吃的，都是贵的离谱，味道一言难尽的。贵的也有那种肉好，但是火小，就像微波炉加热出来的一样，不烫真的不好吃。omakase烤肉真没这种路边小店好吃，不行你们说一家我去吃吃看，或者看看我吃过没。这么大的火也没糊，顶级享受。就是要吃这种烟火气息重的，前几天那个火很小不好吃。它这个肉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部位，我发现日本根本没有牛小排。
特别细的网可以烤糊了又换，就不知道要不要钱。这个品相的牛肉没话说了吧？那个菜单不知道怎么点菜，就给服务员看图片就好了。好不？哎，这个太肥了，熟了没？这个只拍了一半，我都是烤到全熟才吃的。少一点点。入口即化，带点油脂，太好吃了。点了一个凉面，味道不错，调味咸味为主，带点酸甜，豆芽一起吃很爽。后面追加了一份不放鸡蛋也好吃。直接来吃烤肉拼盘，这么大份，这个品质才150块人民币。这个应该是西冷边角吧。油脂感不错，好吃，但是有点糊了。上海最贵的梯林和铁屋都吃不到这种品质和味道。然后再烤一烤。这个部位稍微厚一点。这个店环境真的比较旧，零装修，有点破，玻璃心千万不能来，影响你们心情。放到边上去，把这个放那边。好了。全熟，基本没糊，很爽。熟了吧？超大片，如果不是拍视频，完全是米饭杀手，可以多吃几碗饭。看哪个？这个。这块对，还有这块。这两块是一样的。上海价格太黑了，铁屋400块一盘肉，而且还有腥味。这家我总共吃完才700块，具体多少钱我忘了，总共8、9盘肉，还有个大份拼盘。酒水喝了4杯，面吃了2个，米饭吃了2碗，才是这个价格。我吃这个是当自助餐吃的，合下来吃吐人均才300，正常人200多就很饱了。这个火很厉害，火很大，肉不糊，能全熟。这个在上海日料店叫中洛牛小排或者西冷古面肉吧。奇怪，上海那些日料店烤肉特别腻，这个吃着油，但是吃完完全不腻。有一块有点糊，这块儿行。
你们来东京一定要吃这家，可能冬天难一点，夏天没空调还是有机会的，晚点来。去年冬天我跟朋友来了有3次都不给吃，晚上9点多，后面来几次又给吃。继续追加苹果必点，一人1片，很惊艳。好，个人建议这个不加苹果吃，苹果分开吃，那个苹果很好吃，清甜。我这苹果太可以了，苹果单吃就很好吃。真的。你甩的？这个店老板在里面忙，服务员经常换，你是老顾客，他们也不知道的。做旧了。牛板筋和横膈膜。我评价上次那个店4颗星，不是因为它好吃，我不会再去，只是它有几个食材确实是高级的。个人不太建议点普通牛，很一般，比上海稍微好一点。来吃就吃雪花粉色牛。牛板筋没中国的好吃，还是脆弹的，调味带点甜味，有点吃不惯。评分等级7，5颗星，高级的食材，惊人的技术。完全预约制，但难度不高，提前几天随便约一下还是能约到。天本正通就是这里出来的，如果你们订得到，可以去试试。粉丝多点我肯定去拍，但不知道给不给拍。烤杏子是苦的，烧鸟那家不是苦的，拉了。也没听清是个啥，就美乃滋类型拌蔬菜，一般。没吃懂带腥味的鱼子酱和淘宝买的糟米饭有啥好吃的？这个虾口感很柔很奶，但我总感觉有股腥味被压下去，不太确定，调味太重了。Okay, so what's the sushi is
Longtooth grouper. Longtooth grouper. From Fukuoka approach.这个我感觉是鲈鱼，调味为主的白生鱼，没任何的特色。真胶太拉了，亲，这不是尾巴的部位吗？一般不是该丢掉吗？这烤鱼阵势好大啊，这么烤法厉害了。So next, black throat sea perch. Black throat sea perch. From Nagasaki Prefecture. 这个是啥东西我忘了，是不是雪子还是星鳗？跟奶油差不多，这个味道可以。这个东西有传奇店铺的味道。这个应该是章鱼之类的，很奶油的口味。我从来没吃过章鱼是这样，但是太咸了，而且带一点腥味，不喜欢。我能吃出，如果是以前老师傅，肯定是神的味道的一道菜。他们家的饭味道确实还可以，我不喜欢装逼说舍离。Horse mackerel. Horse mackerel. Chongqing. 张建议。 小竹夹鱼拉了，有点腥味，吃不来。And so you're kind of sweet or dry? Dry. 这个听他说是北海道的三文鱼子，味道确实不一样。我能吃出本质好，但是品控问题特别大。这刀工确实挺厉害的。
카부치. 맞죠. 사무치. 烤鱼太拉了，第一口腥得很，但是仔细吃肉带点奶味，如果换以前肯定神。So first tuna is Japanese akami. Akami marinade the soy sauce and Japanese zuke. This is from Aomori fruit. Aomori. 这个赤身肉调味太重，品控也不行，但是刀工确实厉害，口感在赤身肉里算不错。这个中腹口感也是我在中腹里吃过最好的，调味还是太重。So next Japanese otoro. So extra patty. 它这个金枪鱼其实带筋的，但它刀工太强，把口感拉到最满，嫩奶的口感。金枪鱼应该品质很顶，主要还是保存和挑选还是差点。松茸鳗鱼茶碗蒸味道不错，松茸很真，鳗鱼没腥味没刺。我在想，如果是去世的师傅做的，那能到多顶多神的味道。这个只是中规中矩，不差。吃完了。这海胆品相是真的顶，不是忽悠人的。超级大，超级肥，没有一点是化开的。顶级海胆在嘴巴里爆开，很顶，但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滴了点醋，没吃出鲜甜，好像没腥味，不太确定是不是保存出了问题，还是手上的味道碰到了。这家店以前是神，我完全信。So this shrimp is a Japanese tiger palm.
from Yamaguchi group.车虾味道还是很甜的，中国没吃过这种味道，日本吃过比这个好的，但还是有点小问题不方便说。不知道为什么送杯大麦茶。这个忘了是什么海鳗，吃着像旋转寿司的味道，但是入口即化，没有腥味，挺好吃的。啥鬼汤不知道，喝一口丢了。피하려고 오는 그 시선과 그 전화가서 이런 거 얘기했어. 맞아. 뭔가 신기하거나 다르거나 티가 나는 And so this one, who's dry? 大酱很客气，直接把最大的给了我，确实大份。腥味有点重，但是入口感特别好，软嫩即化。哎，真想试试师傅的技术。送了吃饭的筷子，还可以。好吃的店，这家店服务员多的出奇，感觉踩雷，预算都花在服务上。我比较喜欢没服务但是味道好的，性价比高点，钱都花在味道上。菠菜就人均100，烤肉店的水平，踩雷。我不想吃生牛肉，他给我换了2道和牛。别学我，吃这2个还不如吃生牛肉。
这牛板间一翻面，品相差的不想说话了。这小菜就跟上海人均100块的差不多，味道还行，是我来想吃东京值得的特色。一口吃了这种。难吃，还有股牛骚味，果然不能换，它省成本。油脂感有，但是不是香味，是骚味。牛小排纹理还行，颜色不够粉。这个要好看一点。这家店服务员为什么那么多？他会保证你每一片肉都是有人帮你烤的。服务费用花在这个上面，其实还行。每一个部位的肉赞不赞汁，他都会讲解，还是可以的。这个和牛还是有点骚味，确实不是什么好肉。味道让我想起以前我最爱上海的铁锅。以前和牛品质封神，现在就是这样倒江湖的，不好吃。沙拉味道发苦，踩雷。锅切葱葱牛舌。说真的，又是100块的味道。这个葱味比较重，骚味没吃出来。刚是烤的。这个厚切牛舌的品相还是可以的。烤法不频繁翻面，今天确实享受到有人帮烤值得的服务。这个不是上海那种单纯的帮烤，是技术很高，普通人烤不出来的。你们可以学下他怎么烤每个部位的，吃性价比高的店可以模仿他的手法。如果想不起来，把视频打开看，照着烤。目前还是踩雷，我心情凉了一半。这个牛舌烤的品相确实不错，比我乱烤水平高多了。厚切牛舌口感软中带弹，火候可以的，就中间有一点点骚味。什么饭？现在来烤外隔膜。其实这些不算服务员帮烤，烤肉技术算厨师级别的，往后看就慢慢知道了。他烤的这个确实有水平，横膈膜这类我们烤出来都老。自己烤的横膈膜虽然香，但是肉会老。外隔膜味道不错，很香，没腥味，口感厚实，这个可以，而且切的比较好。This one is light beef. This part is west of it. 他声音太小了，没听懂。看品相上面的还不错，下面的不行。下面那个纹理颜色都不行，上面写的每日精选肉。说真的，这个烤肉技术自己烤不出来。
这个可以，爆汁，香味重，没骚味。但你要说有多惊艳，那没有，吃和牛多的不会觉得。这个手法无敌的。味道不行，有腥味，口感也不好。味道奇怪，这个鱼不好吃。牛肚也不好吃，这个汤只能说比烧鸟仙人那个鸡肉丸子汤好喝一点。结论肯定是不好喝，一点香味都没有，像微波炉加热的一样。夏多布里昂和丝滑牛绕肉牛肋，这两个应该是今天最高级的食材吧。他烤夏多布里昂先把火关了，等烤盘全部凉了才开小火烤。这个手法不是帮烤，基本烤不了。太细了，这个烤法我根本想不到。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肉品相不太好。味道有点夸张，吃着像小牛奶一样，入口即化。注意，小牛奶的醇香很难，一点腥味都没有，全是香味，把前面踩雷全部搬回来了。这道丝滑牛里脊也是惊艳到不行，嫩香入口即化，配米饭很清爽。这个也是好牛肉，完全没腥味。沙朗牛排和牛臂肉。Beef finish, custom noodles and the dessert. For 30 minutes finish. Okay. So do you any more shaved ice? 说真的，这两个牛肉的颜色雪花全对，虽然上面肥点。这个烧烤技术太细了，轻轻的弄下不粘烤盘。
水平真的高，没换过烤盘，这样能把很多的香味都留在烤盘上，自己烤的100%烤不出来。It's center large is like this. 不该听他的，醋太酸了，应该少弄点调料，肉是好肉。挑战一点，挑战一点。它这个蛋应该比较好，蛋可能比较好。太绝了！牛肉的香把鸡蛋的香味完全激发，无敌的一道菜，入口即化，好吃。嫩嫩香香的，是吧？ This one last order, Japanese noodles, named somen. 泡有点别的味道，但这个面很腻。不嚼嚼好像倒还行。所有意面就是要多嚼嚼，或者你多泡一会儿，慢点吃。冷面好吃，面条很有嚼劲，不是没煮熟，越吃越香，调味醋汁一般。给了杯茶水，感觉就免费的大麦茶。顶级甜品，吃着虽然像廉价吃过的味道，细吃不腻不算甜，丝滑香浓。这个店不太好评，有几个拉垮到不行，也有几个高级食材。700人均吃有效服务也还行，我从技术和最好几个食材给分。评分等级6 4颗星，高级的食材，专业的技术。还看到新荣记的东京店，超大一栋楼，不愧中国第一餐厅。今天这个店是站着吃，没搞懂为什么。没预定千万别来，门锁着都敲不开，想来可以加这个联系方式 Line。有个平板电脑还可以加菜。今天订的9500日元套餐，性价比挺高，我这次就想试试平价的水平到底行不行。后面还有3个视频会发高端高分店，人均4、5万日元的，帮我点个赞。第一个应该是金木雕，味道正常，没腥味，但也没什么鱼香味，主要是调料的味道。第二个是比目鱼，正常味道，新鲜的，跟国内高端里味道一样的。藤条昆布腌制，味道惊艳的。带点烟熏味，吃着不像是刺身，很香，口感软嫩。金枪鱼大腹，看着品相一般，带点筋，但是没吃出来带筋。
颜色还是不错的，粉色还是好吃的，这个价位值得的，嫩香梅心味，入口即化。金枪鱼刺身肉腥味有点重，吃不来。这个中腹虽然看着带劲，味道值得这个价位的，好吃。海胆真的太难吃了，我快吐了。入口有点甜，但是回味巨腥。这个应该是白干雕昆布腌制，好吃。他们腌制水平太高了。小鸡真的难吃，比我在上海吃的难吃多了，腥味太重，压不住。金枪鱼饭团很普通，韩国口味。之前全部加起来9500日元，后面是追加的。茄子无敌惊艳，奶香味足，太厉害！今天最好吃的。这道甜虾昆布腌制真的甜，上海那些我都怀疑不叫甜虾，这个好吃。而且甜虾口感很厚实紧致，极致享受。
蟹肉有点腥，调味压下去没压住，还是被我发现，肉倒是有点甜。综合来说，这家店的这个价位吃着不错的，完全没问题。天天吃高端寿司的不建议来，没啥特别高端材料。味道匹配这个价位没问题，比上海高端那些吃着实惠好吃。上海那些所谓高端，个别菜确实顶级食材，很多都是吃着一头问号。这家店就海胆和小鸡踩雷，其他都还可以，没啥问题。这个价位肯定调味重点，没啥毛病。这道不好吃，就柠檬味的饭团，没必要点。追加一道大腹，还可以的。评分等级6，4颗星，高级的食材，专业的技术。第一家来这个牛肉牛杂饭看看，各种美食博主吹日本第一好吃。牛肉饭800日元，牛杂饭900日元，我选牛杂饭。这个上面感觉都包浆了，涂沫是真的不撇。分量是真不少，加鸡蛋1000日元。牛肠腥味太重了，而且全是肥油，吃不来。网红博主骗人不心痛吗？这个是牛肺吧，腥味重，我有点无语。7年前看老外大网红吹这个好吃。酱汁米饭比例严重有问题，米饭少酱汁多，口味太重了，有点咸。老外能吃得来这个，我打死都不信。老外内脏肯定吃不来那么腥的。全世界都一样，网红小吃街的东西都是给游客吃的。有观众吃过这个觉得好吃的吗？上海冰冻牛杂腥味重，都比这个好吃吧？它这种浮沫那么多的，讲究的人应该吃不了吧？我不太好细说它问题具体出在哪。评分等级1，其他。穿过这些网红街，到最后一条巷子，有个美食。个人建议千万别吃这些，大部分都是坑，还巨贵。东京第一金枪鱼供应商山信开的店，东京最好omakase大部分都是山信拿的金枪鱼。去年冬天我吃这个店连续吃了5次，每天都吃到腻的头晕才罢休。全是毫无腥味，入口即化，冰淇淋一样的金枪鱼大腹。附近那些海胆专门店千万别去，又贵腥味又重。
开店时间注意一下，别跑空了。全是粉色的金枪鱼大腹跟和牛一样，一定要吃粉色的才好吃。金枪鱼大腹加三文鱼子加海胆加山药，品相还可以，除了一部分带筋，200块这个价位我感觉无所谓了。海胆品相太差，下面都化了，上次我吃是甜的。啥东西？鸡蛋吗？不是。直接吃。拌的。你懂。今天三文鱼子太难吃，腥味重而且咸，浪费了。海胆入口有点甜，但吃下去有腥味，等会再看看。山药就普通的味道。这个品相纹理是真没问题，但我后面发现有点黏。就这边大的，一口你蘸一点酱油吧。油脂感很好，但是有点腥味，很奇怪。这块也有点不行，太奇怪了，跟去年冬天吃到不太一样。捏寿司。没事。鱼泥也是同样的问题，按道理来说，鱼泥不太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煮的金枪鱼还行，但我不太爱吃，不够鲜美。他们家米饭是真好吃，有点像寿司的饭。看了下塔贝洛克排名，这个也是东京第1的海鲜饭。现在怎么这样了？有点无语。我不太吃黏黏的。我也不太，我以为是自带。这个海胆我是真的硬上，腥味重的我快晕倒了。去年他家海胆品相不好，但我每次来都追加3份，太甜。这片还可以，没腥味，入口即化。不知道他们家出了什么问题，倒浆糊了吗？还是我来的时间不对，现在天太热，鱼吃不成。这次是真的吃不成，我决定还会给他一次机会，等冬天再来试试。
去年是真的服，这么便宜价格吃到那么好的品质。今天肉还有点黏，也没变色，难道是海洋污染了，吃不成了？冬天再来试试吧。这次就不评分了，评分结果你们也懂。这个是我之前唯一驻地市场发现的美食，建议不要来驻地市场。这个店冬天可以来试试，我不知道有什么变故没。去的。比较有好感的一点是不玩预约制度，大家都能排队，一个人也可以，很公平。看到这个烤盘，我见过最干净最新的了，擦得好干净，牛，还是个小破店。这个店对中国人特别友好，还能说中文，服务感觉很热情，是个台湾老板。牛杂拼盘，这个牛杂的品相不错。牛舌拼盘，牛舌的品相一般，有点湿，不过匹配它的价格。这个是啥我也不知道，服务员推荐我点的，应该是菜单里排名前3贵的。品相一般的点是肉有点发黑了。我很奇怪的点是，这种评分的店用的好像不是日本好的粉。在中国我看到这个颜色的肉不会去的，确实中国也没日本烤肉能吃。在中国我更愿意去沈阳、长春、云南、贵州这些地方吃烧烤。以前上海还有正宗日本烤肉，现在没有，都不建议去，而且价格还高。茄子做的不错，很软，入味湿润不咸，但能吃出来放的有点多。我一般不太吃日本烤肉里的牛肠，吃过的都没什么花头，全是油。这个牛肠不一样，很劲道，主要是香味足，确实是我吃过日本烧肉里最好的牛肠。我觉得有眼睛的都能看出来，这个牛肉在日本烧肉里品相不行，不是黑子。有几块靠边角的地方微微发黑，血发分布颜色不对，给你们上图正确的。这个图片是我认为颜色正确的肉，这家后面也会拍，台湾人挺多的。价格比今天这个便宜一半，预约难度比这个高一点。味道比较一般，像在中国商场里吃的烤肉的味道，不像日本和牛的味道。虽然看着肉的颜色有点发黑，但是没怪味，味道比较正常的牛肉。如果开在我家楼下，我肯定经常去，但要我跑那么远，我肯定不会有第二次。我是认为牛舌后切的才厉害。牛舌在薄切的品相里算合格的。牛舌没有腥味，很脆弹，正常牛舌合格的味道，但是完全不符合烤肉之神的经验。开始烤牛心吧。说真的，换别的店我是不敢吃这玩意儿，我怕腥气。我喜欢尊重每一个餐馆的主打菜，只要不是我完全接受不了的，都可以试试。牛心味道确实不错，没有一丝腥味，爆汁很脆，吃着像鸡胗加牛肉的味道。现在开始和牛五花，这个牛肉就是有点颜色不好看，其他还好。
毛肚好吃的，汁水丰富，很脆弹，没腥味。和牛五花给我吃的头晕很腻，特别油，不像日本和牛，像澳洲和牛。日本和牛雪花这么分布也不会那么腻的。吃着倒是没有不新鲜的味道。看一下就现在开始烤牛小肠。牛小肠味道不错，没腥味，很香。这家牛杂是我吃过日本和牛烤肉最好的牛杂。猪蹄和猪排汤来了，日本烤肉有猪蹄必点，便宜，才20块那么大一盘。这个猪排汤选用的部位是我吃过最好的，中间全脆骨，外面纯瘦肉，挺好吃的，没有猪骚味，一点胡椒味的猪骨汤。这个牛五花我吃的头晕，你们如果来的话千万别点。这个排骨汤好喝，不油腻，胡椒味，我后面直接全部倒进去冲米饭了。这个店服务态度特别好，对外国人不歧视，还送了我2杯乌龙茶。总体吃下来感觉价格不太符合这个品相的烤肉，但肯定不难吃。如果我再来的话，我会选择吃它的小菜和牛杂，各种配菜都不错。我应该点难度最高的牛肝试试。直接烤猪蹄，全部都上架吧。米饭我刚才又加了1碗，如果人多的话来吃点炒饭可能更好。日本人是不是不吃猪蹄？怎么猪蹄都那么便宜，20块钱那么大一盘。我最后买单700块人民币，我一个人。不过分量很大，吃完撑的第2天都不用吃饭了。猪蹄感觉没放盐吧，吃着的时候没有什么腥骚味，但是吃完去洗手的时候就有腥骚味。评分等级3，普通的食材，正宗的技术。总体吃下来感觉被高估，没什么惊奇的味道，在我家楼下偶尔会去吃的店。这个店得预约，上次跑来没预约还不给吃。环境有点老旧，不算高档怀石料理，那么高分来试试看。第一道是个海蛇凉拌菜，没吃吗？我也不知道。鱼吧，味道有点像鳗鱼，没腥味，比较弹，还可以。摆盘刚好给你吃一个原味，吃一个番茄酱的，还行，不惊艳，但是算能吃。在海里类似鳗鱼。蔬菜就烤肉店普普通通那种水平。味道一般，也没问是什么鱼，反正没啥味道，也没腥味，纯调料味。真不跟你们吹有多好吃。
海胆帝王蟹茶碗蒸，我来先尝一尝。海胆有腥味，不好吃。今年可能夏天来东京太热了，海胆没一家能吃的。不要拌。鸡蛋螃蟹，螃蟹没腥味，但也没鲜味，也不甜，感觉像老奶奶做菜的味道。这道菜谈不上难吃，但是不好吃，等于浪费一道菜。肯定有做得好的，我都能想象那种味道，鲜甜的蟹腿肉加上鲜甜的海胆。豆角茄子鱼汤，茄子豆角汤豆角很脆甜，还可以。豆角牛。茄子中规中矩，皮太老，没吃出高级蔬菜的感觉。汤也普通，就是那种老人家做饭的味道，不难吃，但是没锅气。这个是在制作凉面。Japanese noodle そうめんトマト我拌一下。这个应该是车虾，还可以，厚实，肉质紧致，鲜。鱼子酱太拉了，腥得很，没口感。虽然前几期在欧洲被我吐槽的比利时皇家鱼子酱，但比这个好太多了。凉面咸的要死，吃不来，浪费了。那不吃了。一堆鱼的拼盘，一一介绍。Fish name is Japanese nishi. And this 鳗鱼寿司马马虎虎吧，细吃有点腥味，不重，口感还不错。这还有刺啊！这个反正是个河里的鱼，刺特别多，也不鲜，吃不来，腥味重，被我吐掉了。这个应该是炸松茸，还可以。这是一个山药的味道，骗我是日本土豆。我在欧洲吃过日本土豆，特别好吃。银杏有点苦味，不是很苦，水平一般。烧鸟那家银杏很屌，完全没苦味。这个鱼还是扇贝，味道忘记了，反正不好吃。三文鱼子又咸又腥，还不如上海的三文鱼子好吃。改天给你们拍下上海好吃的性价比寿司，比这些强太多，人均大概700-800，一点腥味都没有。比吃那种一个套餐2000多还踩雷的划算，是单点不是套餐。味增汤就普通上海的味道，不是那种预制菜味增汤，还是用味增调的，不过比较普通。我现在不喜欢欧玛卡塞，我更喜欢单点实力够硬的。单点的不怕你吃2个菜直接走，套餐捆绑销售。
用了点小腌菜，很酸，无特色，牛蒡萝卜之类的。黑松露饭，这个量是给的真大方。这个黑松露味道真无敌了，这辈子吃过最香的黑松露，我以前吃的都是假的。黑松露在我脑子里印象只有苦味，香味很淡。欧洲米其林3星吃过的，云南吃过的都是假的，这个味道太夸张，有点那种面包的香醇味，跟毒品差不多，吃完爱不释手。但是下面这个米饭做的很烂。今天值得了，这一道菜把前面拉垮全部覆盖了，至少体验了新东西。他说这个是意大利产的黑松露，我之前也吃过，估计都是骗人的，这个是真的。炸和牛牛排黑松露鸡蛋盖饭，今天这个黑松露是真的吃爽了。こちらお持ち帰りにお勧めにしましょう。はい。あ、一つで大丈夫です。はい。このおっぱい召し上がります。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すみません。普通のおっぱいです。はい。どうぞ。我最讨厌这种半生不熟的牛肉，不好吃。黑松露倒是舒服。这家店属于倒江湖的类型，明明有食材能做到顶级。这个店不太好评分，我分开来评。黑松露盖饭5颗星，其他等级1，其他。个人不会来第2次，太容易踩雷。デザート、わらび餅、ジャパニーズ餅。甜品就是驴打滚嫩滑版的味道，甜品满分，不甜不腻，好吃的。我的观众要知道一个概念，餐馆骗人一般不会 low 到缺斤少两，别去纠结给的分量，做过餐饮的都知道，人家在品质、产地、质量上作假就行。在国内吃烤肉自助的，人家是专业赚钱，不是做慈善的，别当大聪明。这个价格在日本可能不是最便宜，但在上海消费懂点质量的绝对实惠。我给你们拍的店，大部分拿不稳的，最少也是个网红店、热点店或者排名高的。就算不去吃，看完也能学点东西，或者刷小红书刷到自己心里也有数。今天这个店要提前半个月预约，
我找黄牛帮我订的，给了50块钱。其实自己来碰运气，也许能吃得上。我感觉就是预约很满，加了一次菜不能加了，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牛舌品相挺差的，当时觉得不会踩雷。20人民币一大盘猪蹄，喜欢的人必须点，没骚味，比重庆、成都那些冰冻的好吃。这个牛排品相也不咋地，吃吃看，你们仔细看，这个也不是那种嫩粉色的，雪花分布不一样。都得加吧。可是这个品相已经把上海老干杯的秒到哪里去不知道了，跟铁屋的品相差不多。我个人总结的，一定要这种极度细丝要换的铁盘是最好的。以前铁屋就是这样，现在滚刀不是了。这两盘品相太美丽，你们也要注意冰冻的感觉，冻得很方块的也不好，肉要看着是活的才好。现在烤的这个牛排就是看着有点死。这个牛排不是很好吃，还最贵，千万别点。这盘虽然切的不太好看，但也是好肉，看着就很活，不是那种死肉。牛排跳过吧，没有骚味，很香，但是口感一般，吃着不是日本和牛，像国外的。这个颜色太漂亮，太美丽，完全是教科书级别的。我是没搞懂之前那2个视频的肉品相一塌糊涂，都是4.3分。塔贝洛克前100，没眼睛吗？味道也不行。这个好像不用。还是金牌银牌奖，塔贝洛克真的一塌糊涂。约不到这个就去涩谷那家多根碰运气，千万别去多根旁边那家。多根旁边那家现在变成国外网红店了，牛舌是所有烤肉里最顶的，但是问题多，下个视频讲。这个肉我觉得顶满了，它与普通的和牛的区别就在香气和吃多不油腻，虽然入口有油脂。我跟其他那些视频博主不一样，绝对米饭拉满吃播，能吃多少吃多少。那么大的火都不糊，全熟，记住半生不熟的都不行，厉害的全熟也好吃。我在欧洲吃过的那种牛排好吃的也不会滴血。猪蹄先放在4周慢慢烤吧。为什么我在日本烤肉店想吃猪蹄？因为看过一集《孤独的美食家》，五郎就这样吃。牛舌品相挺烂的，随便吃吃。我去每个烤肉店都喜欢点个牛舌，看看水平怎么样。我吃这些东西都要吃全熟的，半生不熟的我都不吃的。牛舌味道还可以，没吃出腥味，这个价格来说没毛病。这个牛舌烤到这个熟度也不老，还不错的。吃日本烤肉必须大碗米饭吃。这要翻了吧？我靠，这火好大！因为它滴油了。哦，这样。完全没糊，太好吃了，入口即化，特别香。我为什么没讲这几个肉的区别？其实区别不大，不用分清，3个都点就行。如果不想都点，排在最后的肯定是牛五花，就这个最肥，尽量吃瘦的，因为都有油脂。你吃个猪蹄吗？你尝一尝嘛。他还不想吃猪蹄，因为重庆、成都大部分老妈蹄花都是冰冻猪蹄，很腥，吃怕了。抖音、小红书那个猪蹄，你们千万别信好吃，又脏又腥。我发现一家成都的还可以，就路边摊，但是他卖50一个新鲜猪蹄。中国猪蹄很贵，他们卖20、30，基本都是冻的。吃完手上一股腥味，千万别图便宜。下次去成都，我给你们讲讲，我吃那个猪蹄的店，网上也是被骂的最狠的，很破，但食材不错。有吗？懂的人也有，所以他生意不错，不懂的也多，不懂的就是喜欢捡便宜，不看质量的。这个猪蹄挺好吃的，跟前面那个店完全不一样。这个猪蹄没腥味，前面那个有。20块钱那么多，你们可以点。太美了，
就这盘肉的品相。差不多了，我真的是当自助餐吃的，吃了这顿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直接追加3盘，不过左边那盘你们放大看，右下角那2块肉变色了。米饭吃完了，继续追加和牛汤饭吃，肯定爽。这还有肉吗？这是真的有。你的没肉吗？这个炖牛肉也好吃，虽然可能是冻肉，但是做的味道确实挺好。肉还贵。我忘了，我加的是一个汤，不是汤饭。以后点直接加汤饭。自己做一个汤饭吧。你们不知道多爽，太好吃了，鸡蛋也入味，吃不惯芥菜的可以叫他别放。继续直接下3盘肉，你们可以记下这种颜色和雪花当鉴别的标准。虽然它边角剔除的不好看，它也就是个人均200块的店，别计较那么多。我这餐吃了800块人民币，正常2个人500块能吃撑。就这个品质，价格不谈了。这盘肉的品相真的太好了，比之前的都好。直接大火拉满，烤肉才爽。价格在视频最后。评分等级6 4颗星，高级的食材，专业的技术。我觉得他那3盘肉有5颗星水平，但是不够惊艳，是在我认知里的烤肉，只是发挥很稳的。1000块一串的好吃多了。上海以前高岛屋下面水果特别顶，特别贵。以前上海第一寿司指挥台湾主厨阿龙告诉我的，疫情后不知道没去过了。我觉得他说的没错，我买过几年，下面砍价空间特别大，骗人的也多，自己鉴别，自己去买。回到原籍，上海第一最难约的餐厅，中国第一最难约的天级是他徒弟。我记得刚开始天级只要800多，我没去，因为他开的位置在徐汇。那个年代基本吃日料不可能吃长宁以外的，看都不看，就错过机会了。不然刚开始去很简单，价格也很实惠，后面想去去不上，也没多想去，不然也去得上。现在这人也消失了，不知道水平咋样。我问了原籍，他说是他徒弟，但跟他无关，感觉应该没他厉害。这个我也是第一次来，预约难度低，他好像老班店，开店好像不太顺利。塔贝洛克前100肯定是闭着眼睛拿，我一进店一闻就知道它挺干净的。前期视频那个欧玛卡塞海味，一进去就一股腥味，我都不想待。厨师对环境讲不讲究，对做菜水平影响很大的。店可以破没装修，但不能臭。也有小概率事件，南京那个老卤面店臭的不行，面很好吃也干净，凡事都不是100%。这个应该是虱鱼，不是鲷鱼吧？也忘记问台湾助手了。奶油口感强，但鱼有点黏，有一点腥味拉了。我没搞懂天妇罗店为什么总做刺身。我整个视频懒得聊太多了，就聊一点，后面都是看他表演，说下味道。我第一次看他调个面粉都那么复杂的，上海只有他1/4的时间在调面粉。这2个人是台湾帮手。这个店有个缺点，都是游客没本地人，厨师也不都是日本的，一般这种都要踩雷。
8个人，4个中国人，2个白人，还有2个没搞清哪里的亚裔。价格肯定是有溢价的，所以没本地人。他地方又换来换去，这点勉强能理解。这是我们今天要用的食材。那从海鲜类开始，有2种虾子用不同的炸法。虾头我们做虾鲜贝，然后再是新一发小的沫子，还有 Kiss 其实来自东京湾。然后第3盒的话，我们有春鱼沙瓦，还有哈姆拿尼亚扇。然后这一盆的小贝柱跟沙子是最后使用炸虾饼用的，所以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海胆跟血体。那野餐的部分，第1盒我们有银杏，来自澳洲的芦笋，小玉，李玉还没未成熟的时候，然后就是香茸，来自中国的松茸，还有绿色的茄子跟南瓜。这南瓜比较特别，它一株只会长1颗而已，所以营养都在它身上非常厉害。在这边第3盒我们有番薯跟莲藕、花生。首先，我先跟评论区最菜的说个概念，这样的天妇罗跟炸串的最大区别就是成本。首先，它这些食材生的你在菜场买不到，生的价格也很高。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把冰冻鸡、冰冻肉解冻，也开个菜场摊位卖新鲜货的价格，这就是财富密码。其次，国内大部分炸串店也不用新鲜菜场的货，用的都是半成品或者科技。我随便盘点一下吧：淀粉肠、鸡排、臭豆腐、苕皮、带肠的鱿鱼丸、虾丸、牛肉丸、里脊肉，各种都是科技狠活半成品。各种鸡架、掌中宝、鸡胗都是冻货，所以别来比，成本不一样。我实在不想直接拿一个炸串店的菜单直接告诉你们什么是半成品、科技狠活。我说这个话肯定被喷，还不说油换不换，店家店铺晚上关门收不收拾。我之前去沈阳一个爆火的炸串店，沈阳炸串出名都知道，我开门前去的。老板跟我一起开的门，直接刷酱的盘子没盖着，过夜你们都懂老鼠蟑螂。我不是说便宜的不能吃，我也做很多便宜的美食，别来比，成本不一样，多动脑。我特别讨厌评论区有些人酸，确实很多贵的都是骗人的，但也有真实值的。我就说个最简单大家容易理解的，松茸很贵的，应季这个品相最便宜也要400块1斤，还不谈国外运输成本。我真觉得有些做的真的高端料理店应该直接每天把每一个菜的报价都报一遍，真的是多少钱。预制菜半成品不是不能吃，我也吃肯德基，就评论区别老来酸别人，觉得自己特别聪明一样。杏子有一点苦味，烧鸟那个没有，而且油怎么有点鱼腥味。当时到这里，我背后一阵凉，感觉7万日元要打水漂，不过还好最后没翻。虾头、虾鲜贝，建议沾一点醋菊跟盐巴就可以了。完全不赞，可不可以？虾头这个价位专业度该有的水平，听他说是黑虎虾，这个价位上黑虎虾吗？味道还可以，带点虾味，挺香，没腥味。提示下建议沾点盐巴。就跟上海那家差不多一样的味道，
没腥味，带点鲜甜，不惊艳。就这个价位的天妇罗，我就不讲油不油腻了吧，不油腻是最基本的。我是 tempura sauce。就这家有啥区别？This one tempura sauce。他的意思要多蘸点汁，但我不想多蘸了。这个家的炸法稍微好吃点，有点特色，肉质稍微紧致点，但也不惊艳。来自澳洲的芦笋，第一口建议吃原味，接下来建议加一点盐巴就可以了。好。芦笋汁水丰富，正常发挥。好不好吃？这个喜鱼比上海的大，味道差不多，没腥味，就喜鱼，没惊艳的味道。大一点是吧？はい。お願いします。
松茸不错，新鲜，在云南也是高水准，但没惊艳的味道。它这个运输保鲜水平可以的，外地能吃到那么新鲜的松茸挺难的。这是小乌贼，建议沾一点盐巴。这个应该是鱿鱼吧，很厚实，口感奶，还可以。小乌贼的脚，建议搭配酱油一起用。建议搭配酱油一起用。小章鱼还可以，比新荣记旺潮好。新荣记我点了几次都行。小乌贼的腿，然后我们上面用这个我忘了是啥鱼干酱，不是安康鱼干，忘了，反正一般也不算行。没刚才好吃。就是香茸，我们建议吃原味就好了。Baby 肠 with tomato sauce。这就是啥菜？好吃吗？芋头一般，也没啥夸张的蔬菜味道。欧洲牛的蔬菜吃多了，不会觉得这些惊奇。
wherever you have the seaweed tangled out there. It's the 三文鱼子可以，不咸很奶，没腥味，比之前几个视频的好太多，但是不惊艳。南瓜，并请在你的吧一起享用，谢谢。南瓜吃着像红薯，还可以正常发挥。茄子就正常嫩的，但是跟我在法国吃过那个茄子比，差的不是一个维度，无法超越。是春鱼，直接吃就可以了。这个什么鱼不知道，有点腥味，不太好吃。这个是什么忘了？这道是我们的哈姆天妇罗，然后要蘸着天妇罗，搭配着吃松软的油碗。鱼和松茸还可以，汤不好喝，整体不惊艳。
炸紫苏海胆，它非常容易脆，所以请拿热水。直接一口吃吗？镇店之宝海胆没腥味，正常发挥还可以，不惊艳。今天给我吃的蔬菜没一个惊艳的，都是这个价位天妇罗正常发挥。鳗鱼选大小，肯定要一只。可以选择一半，或是比一半更少都可以。觉得今天我要一只，我们都要一只。没问题。鳗鱼很奶很好吃，但是深处还是有一点点土腥味，只有一点点。这个比我吃过上海的要奶一点，但是上海能做到极致没土腥味的。奶的。我不确定，我只觉得有点腥。红薯还可以，正常发挥。送的小咸菜很惊艳，是我吃过咸菜里算最高水平的，水分足，脆弹厚不咸。お願いします。つけ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お手元ください。可以选大小，肯定选最大份。虾不够甜，没腥味，还可以，就普通水平。はい、お待たせしました。茶就普通的茶，味增汤不错的，比普通的好一点。全部吃完了。这个葡萄太惊艳，水分足，冰镇甜，超大个，
无法形容，最顶级的葡萄。我都不确定它有没有皮，我觉得这个葡萄至少500块一斤吧。评分等级6 4颗星，高级的食材，专业的技术。以前吃的都是假的。我总感觉它有5颗星的水平，以后吃一圈别的天妇罗来看看。这个松茸饭团是伴手礼带走的，很好吃。感觉发挥很稳定，钱多的可以试试，找经验的还是看看别的。基本挑不出毛病。卡贝洛克评分4.01，刚好达到了4分高分的及格分数。今天这场 omakase 有3个日本本地阿姨，感觉比之前全游客店外国人好。阿姨全身奢侈品拉满，饰品衣服都是奢侈品。包背的都是30万的爱马仕 Birkin。本地有钱人自己来吃的店，应该比中国人包场的店要好吧？茶碗蒸三文鱼子，三文鱼子没腥味，但是有点咸，马马虎虎吧，拌着鸡蛋跟吃就不咸了。主厨冈田裕贵有点东西，我问了下他名字，以后看看评分会不会增加。そうですね。はい。はい。はい。うちは5年と4ヶ月ぐらいですかね。はい。そうですね。でもすごいいい方だと思う。全然我刚进来店里的时候觉得有点腥味，不算很重，不是完全没有那样，现在没了。私も手紙にいただいてお店がすごく分かった好きだった人がいるけどね。じゃあ今度そこのすぐそばにすだち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それも同じ系なんですすだちファミリーマートの下そうそうありますよ。通り渡って高木町のもう还为那个人我就懒得问名字。私にそれ今思い出して今初めてそれあの時どうしようクラブも北海道。海胆品相还可以，下面画了一点，但没黑。还可以，海胆没腥味，但不够甜。下面蟹肉也没腥味，也不够甜，可能今年天太热。鲽鱼还是湿鱼没搞清楚，有点腥，肉老不好吃。我都是实话实说，比较直白。大家是不是喜欢看吃啥都惊叹的主播？看着是爽的，你信了他的跑去吃了直接踩雷。我说实话的本质是怕你们去了骂我。我就是那种一被骗马上取关的。我以前不懂为什么吃什么都要吹好吃，当主播你就懂了。说实话会被踩的。我驻地市场那期说了实话，说牛肉饭腥味重，直接被踩的特别多，没几个赞。你们要喜欢看我视频多点赞，以前我当观众喜欢看的视频也老忘记点赞，还是帮我点下些了。吃啥都吹好吃，观众看着特别兴奋，吃的人看着爽很开心，但有的观众信了，自己没几天旅游行程专门跑去吃踩雷，损失特别大，我不想干这种事情。我就是看了某个 YouTube 大主播吹重庆俊杰火锅好吃，专门打车几10公里跑去。カーディナルフィッシュ。这个鱼超级好吃，奶一样的口感，没腥味，带点烟熏味。俊杰火锅超级难吃，东西不新鲜，很多东西还是没化冻黑心的东西。你们可以找大众点评找图片放大看，肥肠很多东西都是卤了冰冻还没化冻的。我吃了一口浪费了，我妈不浪费吃了好多，直接差点去医院了，肚子疼跑了一晚。互联网都没记忆也没智商，希望大家以后提高警惕。安康鱼缸配海苔。
哇塞！わさび。好吃，我都没吃出来是安康鱼干，没腥味，有点像我欧洲吃的一个酱，顶级水平。下面这个酱鲜贝不像海苔，很脆，增加了一个口感，不错这个。这个鲍鱼超级大，很牛。その時にまずこちゃんがその空気を全然読まないでねねあ、それが良かった。そうで、それが良かったって加藤様からお電話いただいて、まあその兄さんが約束して行くって約束したわけじゃない。すごい勢いだったからね。行くって言ってないのに、そのキャンセル券したのかしら。そう。70万ぐらい。顶中顶，柔嫩奶，入口即化，不用咀嚼，太厉害了！这个鲍鱼，鲍鱼人工基本是吃脆弹的口感，这个鲍鱼是柔嫩的，真的无敌的。鲍鱼捞汁饭，奶香味足，不错奢华。不过查新荣记的黄鱼汁拌饭还是有点距离。怎么吃到新荣记的黄鱼汁拌饭？应季10月以后的时候，点条1000块以上的，家烧的做法，那个汁拌饭2到3碗米饭起步，舒服。一定要应季，其他时候没香味的。それでいけないって加藤さんがおっしゃってるんでしょ。相槌言って見られてるとは心がこもってないじゃん。そう。心がこもって声じゃないの。いやー、だってね、知らない。受け止めてるその笑顔も嘘じゃない。そう。そう。わかります。わかります。心がこもってるの。そう。私たちって一緒にしちゃいけないけど。そうです。嘘になっちゃうでしょ。そう。それで結構顔に入れると思う。スープ。スキャロップス。这个感觉有点像比目鱼。视觉感爆炸，超级厚切，超大块，一般这种都踩雷。顶级鱼的味道很鲜美，无腥味，有点像欧洲吃到的比目鱼，带点沙的口感。上面还增加了脆的口感，不是那种腥臭味齁的煮鱼的味道，很新鲜的味道。这道菜很像欧洲的做法，下面大白菜心切得很细，很清甜，好吃啊！这个汤和菜我都吃完了，太享受了这道菜。现在他切的这个应该是鱿鱼或者章鱼之类的吧。煮豆腐。ね、気になるわね。惊艳，很嫩，很香的豆皮，是嫩的，而且很湿润。这个姜也是高水平，挺甜的，特别好吃。
プログラムカレンダーだったりとかもそれを読んだり、あとなんかフリマンパンパンのやつですよ。のうちでご自分はやったこととして仕事として、それこそコーラスもやってたこの間絵を描いてた方は、お料理のしてたんじゃないのかしらね。忙しいみたい。なんか入った頃酵素玄米かなんかのおにぎりかなんかね。そうそうそう。いただいたわよね。言ったらあなたがいいねおしゃれだから。そうじゃ気になるけど、ね。でも私も同期ないですかって言ったらドキだわ。でも大丈夫じゃないですね。私いつも思うんですけど、理事会はいいかなとかもあるんですね。じゃあ理事会いいかな。データベースしなきゃいけない。理事会とかっこいいな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シーブリぱり理事会はちょっとシーブリそうね。そういう役しなきゃちゃんとしなきゃ。人水平有点高，审美也不错，没搞懂怎么才4.01分。でも今暑いし、ね。だからジャケットの上でもいい格好で、だからワンピースとかこう一応ジャケットを持っていけて、お願いしますか私。リーズの方にお知らせしたんですね。なんか洗濯ことありますかって言ってて、今朝に聞いたらジャケット着用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えば、今学生リクルート先に入っ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だわでね。私ジャケット着用大変ませんかねって言ったら、いや、これちょっと見てるでしょ。じゃあって言ってジャケット着用。正解だ。我忘了这个是什么，快1个星期了，味道没记住，肯定不辣。すぐに入れるよね。これだから1枚持ってればいいんだけど、ピンクいけないし。でも、キスさんだってみんな服着てますよ。もう水もレギュラーですね。目とかそういうのって上もそんなことないわよ。レギュラーレギュラーや水色だったら明るいね。あ、そうだわ。考えたら。でもそれでも誰もわかんないだろうと思ったんですよ。そんなこと昨日もかけたら。人が何着てるかなんて考えないですよ。そうないし。なんかあるじゃない。何着よういつもね変えてるじゃない。ないですね。で考そんなえて人はあんな気になりますから。ばっかりですね。あれしかないから乗ってるだけ。そんなことない。普通いません。今来たの。まだね、ああ、何また。買えるよ。まあ同じなんですけど、新型なんで、今最开始的那个鱿鱼被他处理成这样了，相当厉害，もうなかなか来ないし。一点都不脆，纯奶味，柔软舒适，好吃。いやなかなか来ないし。捕まらないんですね。私、ゴーに頼りっぱなしです。あ、でも棒もなかなか来ないの。そう、でもゴーも読んでも結構、まあすぐ来たのが、私のますよね。そうでしょ。そうなんだよ。でちょっと暑かったり雨だったりすると全然もう雨降ったらもうダメだし、ダメです。うちの前って、这个中腹口感绝了，一点腥味都没，纯奶油味，吃着比90%店的大腹更入口即化。お父様から裏門から入るつらいって言われたみたいな。今天这3万花的值，没亏没被骗，4到5万我都信。 3、4万円で口で降りて、わざわざねあっちの遠い方ああ、そう。強い方からね強いから歩いてまたね。大腹不提了，比中腹更柔嫩，无敌的口感，基本快到顶了。あ、そういえばミニコンサートのところでランチなさってた。ああ、そうでしょう。ね、そうなの。いつもご一緒だもんね。私プログラム委員会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ひろこさんが入ってしばらく。で、その時に田辺さんと知らないで、吉住先生がさやさやを切れって何回もおっしゃって。没搞懂这次的日本行的小鸡都那么辣，
还爱做。我在上海吃的至少没腥味。いつもね辛すぎて主人に几个阿姨吃的特别感动，各种夸奖，说自己要流泪了。看这几个阿姨的气质和着装，应该什么世面都见过。まだしまわないしまわないの。これどこですか？ね、これゆかさんのエイトスタッフのミルを持ってまして、もっとはそのピーチは他人のミルを使ってる。今息子さんが何歳ですけど、そこのミルの这个也忘了，不好意思，反正不拉，拉的我都能记得住。あとなんか合唱のなんかもそしたら次の人ができなくなるもちろん内緒でやればいいと思う。無理いませんよ私よね。その話を一緒につけてどうやって使って出来上がりどうなる絞るだけでね、そういうことだよね。すごいのよ。そうなのよ。人数集まって这个牡丹虾到顶了，纯奶香味没腥味，跟奶差不多，太绝了。私もだからね、騙されちゃいけないから私すぐ鳗鱼正常高水准，不腥肥嫩。他说是海鳗，我感觉是河鳗吧，海鳗应该一点腥味都没。推荐你们来这家，预约难度低，每周总会空那么1-2个位子。我看了下塔贝洛克，他不是预约困难户，可能不是出身名门。菜单变化没那么丰富，来体验一次，价格、难度、味道都很不错。寿司入门必须来，这个店我下次还会来，我期待这人的未来。这个蛋糕超级好吃，跟上海那些混子不一样，入口就呲滑奶，你想象不到的味道。评分等级7，5颗星，高级的食材，惊人的技术。赤坂猪排饭打工人食堂排队王，工作日还没开门就那么多人。塔贝洛克连续5年前110年老店，也不是网红店。米雪喜欢吹的上海第一炸猪排，6点半工作日一个人都没，果断展示老牌上海第一炸猪排。味道跟日本的对比怎么样？是不是骗人的东西？我来早了半小时，一个人都没，我应该是排第1个了，被人插队了。赤坂这个地方没几个日本游客知道吧？一个游客都没，都是附近 CBD 上班族排队。先不管味道如何，我挑店的理念应该是对的吧？这个肯定是本地人吃的。塔贝洛克肯定不是一定是对的，但对于外地人还是很有参考意义。我都是从综合去看的。我点的是最贵的，2200的失误了，下次记得就问老板什么是人气罐，就吃人气款才是最对的。这个面衣真的漂亮，虽然不薄，但是颜色很正，不发黑也不暗淡。肉眼看品相小菜在这个价位配置合理，不像之前那个上海第一猪排全是垃圾配菜。猪肉拉了，虽然汁水锁得完美，但是肉很柴，没猪骚味，但是不嫩。米饭很像我们做的好的盒饭店，颗粒分明下饭的米饭，不错的。免费配菜很清爽，汁水很足，好吃的。我这个猪排纹路完全不对，我骂了他几天，给我吃冰冻人。我点菜失误，可能是我这个部位不行，纹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贵的反而不行。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肉的横截面，肉柴的都可以拉丝了。我没搞懂到底是冻肉还是部位不行，肉看着就不嫩吧，但汁水又那么足，没搞懂食材，我现在都不乱下定义。东京猪排我以前就吃了几家，全部都不满意，给你们看个东京排前5的。
直接给我上生肉，8000日元还是6000日元，我忘了，血亏，直接走了，还有腥味。很多不懂装懂的又要来说肉好肉贵可以吃生的，我比你吃的多得多。你要说那些马肉、牛肉刺生生的没腥味我能吃，这个有血腥味我干嘛吃？它的配菜是真的挺好吃的。看右边的纹路，老的拉丝了，左边的是可以，完全没吃懂。就这个会不会是传说中的美国来猪？我觉得真的完全不腻，如果换个肉，肯定是要吹的。下次再来一次，给他一次机会，温度也不错。等会儿给你们看上海的问题在哪里。萝卜好吃，味道甜。我把后面上海吃饭过程基本都删掉了，就是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肉。评论区有大神懂吗？这个到底什么肉？怎么拉丝拉成这样？有点吓人。我只能吃出来这个肉不是什么好肉，但也没猪骚味，还带猪汁水，很奇怪，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像这种品相的肉，真的一般都挺骚的。先给这次一个评分，我觉得它真正应该有2到3颗星水平。我下次点一个销量高的部位试一试，到底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外壳能炸到那么漂亮，而且不油腻，是计算过的，不可能会那么难吃。它的这些小配菜、味增汤都挺好吃的，至少在这个价位是新鲜的。评分等级3，1颗星，普通的食材，正宗的技术。他出口的地方还卖便当，全部卖完，太厉害！店里能坐30个人，外面还在排队。他不是那种只能坐几个人的小店。现在来到上海娄山关路最正宗的日料聚集区，先去之前魔都第一炸猪排。这些科技很活，我的观众千万别吃哈，拒绝中国美食街。我们抵制没生意，才会有人反思，做点真正的好东西，别丢脸丢到国外去。晚上6点半，完全没人，不敢吃，老板都去开连锁店割韭菜了。现在骑虎难下，只能去旁边金虹桥拍个以前上海第一日本猪排饭了。生意还是不错的，基本都坐满了。送了3个小配菜。萝卜味道还可以，就是有点干，不是很酸，带点甜味，还是可以的。就正常的红豆味，还是可以的，甜的。小份称中份。泡菜就正常泡菜，还可以，好吃的。就沙拉酱配吃草的感觉，中国人不喜欢，没日本的好吃。挺像马虎吧，面衣做的很菜，肉带点汁水，还行。它的这些小玩意儿还是很细的。吃着不够烫，温度不行，机器炸的吧，没手工炸的好吃。米饭没以前好吃了，不知道是不是店转了。
没看到以前台湾领班了。他的猪排吃着还行，就是太腻，我腻了一晚上。他的猪排基本是个中国人都吃得来，只是吃到后面不太行，有点油腻。我吃日本那家完全不油腻，所以一定要给他第二次机会。我觉得这家店勉强解馋吃日本猪排的感觉，也不算连锁店，就是机器炸的。价格太高，这个味道就值30到50块钱。评分等级2，普通的食材，普通的技术，完全不难吃，非要来也行，只能说没选择的选择。你吃完这样一份以后肯定会腻。我没浪费一口走就说明还行，下个视频浪费了个拉面一口走，提前预告下。汤还是马马虎虎的。你们来听听我怎么鉴别牛肉的吧。上次跟你们说夺根不给吃就来新景屋，现在新景屋也是塔贝洛克前100网红店了，不预约也不给吃。我给他看了我去年 ins 的预约记录，他看的是老客户才给我吃的。去年这个店吃的特别满意，所以又来了。之前完全没人，现在进了塔贝洛克前100不一样了，9点半还爆满。价格涨了，去年没有这个菜单，也没中文和英文菜单。去年感觉牛舌顶中顶，牛肉还有几个也不错，饭面条样样不错。先说结论，总体这次踩雷，外国游客也多，我对任何店没感情，不好吃马上说。我推荐的所有店不保证永远好吃，我觉得好吃的会再去刷多视频，不好吃就说，不会有任何感情，都是消费者，这个世界没有永远好吃的店。牛舌品相就很无敌，全粉色有厚切自信，你记一下这个品相当参考标准。他们家牛舌是我目前东京吃到最顶的，虽然没有些大。这盘肉一看就踩雷，你们也记一下品相，颜色雪花都是错的，特别两边的。不仅颜色和雪花，还有肉的状态，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英古园的。这个就感觉特别能立起来，而且特别方的感觉，肉要稍微有点摊下去的才新鲜，但也不是能摊着有很多水的，吃多了就懂了，不吃看品相都能大部分排除。这么大，可以吗？1分为2最好。那算了，你就这样吧。你要不分成3片吧，按你的。好。1分为2。我是要吃全熟的才好吃，真正品质好的肉全熟也会很嫩的。这个牛舌饱满，不流血水也不干，烤出来品相就很顶。辣牛肉汤饭很顶，一会儿讲。老板韩国的，做这个比英古园的好吃。应该说第一口好吃，汤饭更干净细腻，但吃多了不行，因为里面牛肉太油。说回牛舌，外面很焦香，里面很嫩，完全不老，也不是那种咬不动的，没腥味。大部分烤肉店为什么都是葱牛舌？这个完全无调料，食材就是自信。这个牛肉品相超级滚刀，被骗了，很垃圾。你们可以记一下，这种雪花加颜色加中间白色的油，我都以为是合成肉。一会儿烤到一半，告诉你们问题大在哪里。你们可以看一下，特别容易粘烤盘。如果你们遇到粘烤盘的肉，那就是也是滚刀了。最近天天看大头鹰切片，太喜欢说滚刀，忽悠骗人就说滚刀。我都不知道这肉是不是上科技了。这个品相一眼看上去也很顶，但其实也不是真正好的日本和牛。一会儿说这3个垃圾，一会儿说去年凉面超级顶，一会儿吃看再说。这个肉没盐，还有一股淡淡的膻味，太难吃了。我再来一块蘸汁看看。它是用了盐的。这样勉强能吃，这个就是他们店最贵的肉，太难吃了，根本不是好的日本和牛，是不是日本的都不知道。汤饭有点辣味，调的细腻，比英古园的细腻，很爽口，很好吃，没怪味。我又追加了1份。来烤和牛牛雪花，我们来看看粘不粘烤盘。
稍微好一点，可能是有油脂。太薄了。对。差不多烤好了，我看。等会再来一下。我觉得质地跟多根和鹰骨圆的不太一样。好棒的。油脂丰富，目前没吃出来问题，又加了一份，但不是那种感动级别的肉。其实这个肉的质地我看着不太像日本牛肉，更像国内的猪肉。我说的是烤出来以后，烤出来之前很像顶级牛雪花。我弄了啊。来吃吃看这滚刀三兄弟吧。左边这个看着太像合成肉了。感觉那个饭我还可以再加一份。我也是饭先吃个面吧。不是吃完这个先吃面吧，好不好？右边这个跟猪肉特别像，烤出来是白色的。这个盘子太加肉了。等会儿要不加个那个粉色的肉，还有再加个牛舌我吃。你吃牛舌吗？那我加2片我吃好不好？它那牛舌我觉得并不是。这个盘这个东西太沾肉了，它那肉烤出来都是白色的。是肉的问题，肉不太好我这个。要不点个猪肉试试吧？为啥？就他那推荐。韩国人喜欢吃猪肉，这个店其实是韩国的店。跟去年不一样了，去年菜好吃，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吃了5万日元，量超级大，超级划算，而且品质很好，当时觉得肉比多根好吃。我真怀疑这就是猪肉。吃着有点像猪梅花肉，有点柴，没和牛的油脂感。这个肉就是第一盘一样的肉，不好吃，还有点膻。等面也跟去年不一样了，面一股子面科技味，口感煮的也稀烂。这个肉看着像横膈膜，但仔细看很奇怪。2片不够。就跟上海玩到烧肉横膈膜差不多，差评。追加的牛舌，这个品相还是无敌的。我1分为2。你吃不吃一块？顶中顶没腥味，一口下去爆炸，而且它烤出来那么饱满，其他牛舌做不到。对吧？这4块厚一点，最后再烤1块。追加的和牛五花。你吃3块吧。我吃2块，因为我吃多了。这个其实差不多了，已经可以了。这都还是红的呢。我的直接给我。这个其实吃多了超级腻，甚至还有点牛筋味，踩雷。不是好的日本和牛，好的日本和牛是油而不腻，吃了特别多才会腻。
追加的韩国汤饭我吃完了，但是后面才吃出牛肉不太行。我今天只能分开评分，牛舌顶级4颗星，其他全部0分。视频最后买单1000块人民币，妥妥大冤种。先随机找个 Coco。这里的点餐模式跟国内不一样，是机器自己点餐。说实话，上来把我吓到了，品相温度跟上海完全不一样，做的真的是有模有样。首先，你们记住这个咖喱酱汁浓稠度的感觉。国内其实100%咖喱店的酱汁都是这个浓稠度的感觉。说实话，尝一口，味道真不难吃，温度很烫，咖喱很辣，只是不香浓。给你一碗烫烫的辣酱拌饭也难吃不起来，米还很不错。鸡还挺好吃的，那么重口我也没吃出来有鸡腥味。我本来进来想说难吃的，上海 Coco 跟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看照片都不一样。但你要说它好吃那也不可能，这跟日式咖喱其实不太沾边。等会我说另一个店就知道了。这个鸡蛋一看就是你懂的，抖音搜搜，跟你家鸡蛋肯定不一样，一吃到就知道是啥成分了。连锁店必备的东西我不好直说，抖音搜一搜连锁店蛋叉，我多吃几口才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也不能太浪费，在日本那么浪费容易被鄙视。它这个辣椒还真有点辣，吃多了就感觉在吃水冲粉的味道，根本没有那种香浓蔬菜肉汁的感觉。这个洋葱也挺好吃的，酸甜入味，不过肯定也是工厂半成品。评分等级1，其他。现在来到东京潮流圣地南青山，今天运气好没排队，我后面几个人就排队了。这家有个最大的 bug， 不给加肉，吃肉每次都不尽兴。这家店好吃是好吃，沙拉味道一般，不好吃。这个米饭不知道咋做的，这个店总体很低调，网上也不写介绍，下次问一问。咖喱鸡肉饭差不多等了半小时，现做的。我上次看他从生鸡开始炒，主要他不给拍厨房，我看是从铁板炒鸡开始，完全不是预制菜或者半成品。米饭好吃，咖喱香浓，胡椒味带点辣味，也不咸太顶了，完全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这个品相跟刚才 Coco 区别很大吧？鸡肉就是在铁板上煎的很焦香的，可惜不能加肉。它的这个鸡肉吃着超级香，超级上瘾，还没腥味。而且这个咖喱饭的价格跟 Coco 是差不多的。溏心蛋加浓郁的番茄咖喱太好吃了，爱吃中餐没有吃不惯的。到底吃不吃得惯？我在国内也不太吃日料，不正宗真不好吃，就像我在国外也不吃中餐一样。超级米饭杀手，一会儿加饭，可惜不能加肉，老板运营模式有问题。能看出来跟上海田三所谓日式咖喱酱汁的区别吧？我以前就想，为什么一家真的咖喱店都没有？从这个店就能看出，一份一份现炒，翻桌率慢。我点好菜，老板从生鸡开始做，吃饭我算快10几分钟，一场下来1个小时。价格确实便宜，跟 Coco 差不多，加个蛋5块钱，不知道怎么赚钱。
国内用这个模式也赚不到钱，一份一份炒累死。所以大家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反正吃饭的人菜也无所谓，也没吃过正经咖喱，吃点预制菜就行了。我不吃预制菜不是因为不健康，只是因为没多好吃。做得好的预制菜下限高，比很多新鲜家里不会炒菜的好吃。预制菜经不起吃，吃多了反正觉得不怎么样。它这个属于日式咖喱，东京很多排名前面的都是印度咖喱。有点辣是吗？我不太喜欢吃印度咖喱，我只喜欢吃日式咖喱。免费续饭，还是续的是同样的姜黄米，太划算了。其实应该加3个鸡蛋的，反正便宜，下次就有经验了。这里还有菠菜咖喱和猪肉咖喱，听说他们家最出名的是菠菜咖喱。真正的米饭杀手，比吃碗拉面还便宜，舒服得很。直接把咖喱弄进来，冲一波米饭。找我朋友要了点他的咖喱，继续冲。我真的快撑死了，分量太大了。评分等级5，3颗星，新鲜的食材，专业的技术。